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在大堂的沙发上休息。经理知道了又该生气了。来，烦死了。生平。你好，打扫客房。你好，打扫客房。你好，打扫客房的。啊！血！哎，这位，您能发表一下对这次越狱案的看法吗？是啊，您说一下吧。听说这次案件越狱者是黑道中人，面对警员被杀的这种恶性事件，请问警方打算怎么处理？关于这件事情啊，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江城警局一定会贯彻我们的办案理念，以缓慢的取证速度、低下的查案效率，以及欺上瞒下的固有行为，争取在1年之内把这桩案子办成一桩彻彻底底的悬案。哎，那您是？袁先生，您怎么来了？这位袁先生是我请来的，负责协助我们侦破白灵溪案和吴楚案。啊，上次还没来得及介绍。我叫孙昌瑞，大伙都叫我豆子。嘿，就因为你说话一蹦一蹦的，所以叫豆子，对吧？不是，因为矮，所以叫豆子。对了，那个吴楚的药。哦，我已经交给我们的法医刘子仁了，跟我过来看一下。局长好，局长好，局长好。子仁，你来说明一下吧。陈思，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赶紧让他走，看着我就心烦，跟个扫把星一样。他不来没那么多事儿，他一来又是这又是那，看着我头都大了。现阶段，我反倒希望他能多留在我的身边。为什么呀？无论是白灵溪案还是吴楚案，都与3年前如梦剧案的惨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3桩案子，无一例外都跟袁不解有关。所以我怀疑这3桩案子，如果真的是一个人或者是某个组织所为，那袁不解就是我能联系到这个组织的唯一桥梁。有那么复杂吗？猥亵案和黑帮雇凶杀人案，抓人就好了。3年前的案子又不是我们治下的，早就封案了。你现在提出来，是嫌我们警局不够忙，是不是？薛局长，您希望我破案，这就是我破案的方式。至于那个犯案者，他肯定不会就此罢手。袁不解身上有着某种能力，我觉得可能是破案的关键所在，所以我希望这段时间能把他留在身边。你觉得他真能派上用场？哎呦，我真受够了！这上头派来的怎么一个个都是这么麻烦的主？哎，关喜在哪儿呢？别耽误功夫了，这个测试我已经做过了，里面没有道上常用的迷药成分。从白灵溪服用下的效果来看，这种药物比任何致幻的药物效果都要快。如果使用的剂量大的话，很有可能导致长时间的昏迷不醒。子仁，查明白里面的成分了吗？我这里的检查设备，在全国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除了能肯定这种药物当中有你们提供给我的那种叫做南柯香的药物成分之外，其余的成分现在还无法分离解析出来。
这个药丸可能是月月案的关键。何玉景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挣扎，就被杀害了，可能就跟这种药物有直接关系。我知道，我会尽力而为。关于南柯香，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南柯香最大的作用是安神，并能让闻到它的人产生联觉反应，搭起梦境的桥梁。但如果想把一个人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闻着南柯香入眠的人，一旦受到外力的刺激，还是会反抗，会醒来。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让人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再下杀手这样的事情，他3年前就已经做到了。还要我的南柯香干什么？你有什么推论？谈不上推论，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想尝试些新的东西。光是夺人性命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还想要更多。更多？陈探长，怎么了，豆子？有命案发生了，在西城的福楼旅店，关探长已经过去了。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你说就好了。哦，这次的案件非常奇怪，3名死者没有任何反抗痕迹，就好像何玉景一样。怎么样？关探长，已尸检完毕，3具尸体均已出现尸僵，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日的午夜时分。哎，你不能进去。第1名死者面部肿胀，嘴唇发干，是上吊而亡的。第2名死者尸身发黑，唇齿发紫，应该是中毒身亡。最后1名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有一刀砍向了颈动脉，是失血过多而亡。一间屋子里3种不同的死法，这凶手真是够残忍的。哎，会不会这样？门口的这个先把里面的那个给毒死了，然后把他捅死，最后自己在门口上吊了？好严谨的推理啊，豆子，你都能当个局长了。啊？陈探长，他怎么在这儿？他是我请来协助我们破案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关探长，咱们身为同级的探长，我觉得我做任何决定都不需要经过你的允许吧？袁木姐，手里酒哪儿来的？酒柜上的。酒里可能有毒。这都还没开封呢。哎，看起来没有毒啊。啊？刚刚我问了大堂经理，昨天入住登记的是一名女子，但她昨天晚上不当班。看到他的人一会儿就到。那这么说的话，凶手是个女的？不只是一个。每一个凶手的作案手法，往往体现了他的性格和习惯。第一个死者，脖颈处的勒痕是反向的，可以看出凶手惯用左手，可能是个左撇子，而且力气很大，有暴力倾向。这绳子不是普通的麻绳，牛皮绳，经久耐磨。比普通的麻绳要轻。这第2个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而且每一道伤痕都精雕细切过，每一个切口大致一样，前端较浅，后尾较深，可以看出凶手很耐心，很细致。虽然力气小了点儿，但与第1个完全不是一人所为。看样子应该是女子所为。再看第3个。第3名死者是中毒死的，
毒杀是最冷静而省力的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减少死者的痛苦。这和之前近乎于虐杀的方式大相径庭，所以也不是前面2人所为。也就是说，凶手有三个人。子然，取一些现场的红酒和其他可疑物都带回警局取样化验。我倒想看看，这红酒里的毒到底是什么成分。317号吧，是一个女的开的，我对她挺有印象的。那您还记得她的具体特征吗？很文静，挺有气质的。您好，请给我一间套房，还有麻烦送2瓶红酒到房间。她一看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举止得当，脸上的妆化得很淡，我也就记得这么多了。那您能根据大概的印象跟我们回警局跟画师描述一下吗？行，可以。昨天的事你还有印象吗？昨晚那人撞到了我，所以我印象特别深。你没长眼睛啊？对不起。匕首，是的，一把匕首。那人扶你的时候用的哪一只手？好像是左手。我当时正在那里扫地，瞧见一个女的哼着小曲儿，一看妖里妖气的，就不是个好人。哎呦，对不起啊。根据化验结果显示，那杯红酒里面多了一种成分，叫巴比妥酸盐。那是一种医用的镇定剂，能起到麻醉神经的效果，通常是医生做手术时用来麻醉病人的。你是说，是迷药让他们丧失了抵抗能力？凶手应该是先把他们迷晕，再对他们下的手。另外，我还在死者的嘴角和血液中发现了氰化钾，这种化学药剂存在剧毒，能够直接导致人的心脏衰竭、呼吸骤停，中毒身亡。死者既然是中毒身亡，那凶手为何还多此一举的在酒里放迷药？他可以直接在酒里放毒药啊！那瓶酒他们3个都喝了。对，他们3个人都喝了那瓶酒，都被迷晕了，然后被凶手分别杀害。所以，这不是他的惯用手法。这个案子不是他做的。陈队长，画像。3个嫌疑人，3个不同的特征。这和我们找到的那3具尸体基本对上了。不是陈队长，这也不大海捞针嘛，就几幅画像，这难如登天啊！就算只是几幅画像，也要抱有希望。陈探长，我已经安排下去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好，来，大家注意了，我现在手里拿到了俘虏案3位嫌疑人的画像，大家出外勤的时候都要提高警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嫌疑人捉拿归案，听明白了吗？明白。心跳怎么样？很稳定。是吗？我怎么觉得有一些加快呢？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白小姐的身体已经无恙。那我就先告辞了。方医生，你这么着急啊？留下来陪我一会儿不好吗？白小姐，你应该休息了。你刚刚不是说我已经没事了吗？唉，我这一生病，怎么人人都把我当林黛玉啊？爹爹不让我出门，我身边就只有一个像紫菱这样的木头疙瘩，也没人陪我说说话。
方医生，你留下来陪我聊聊天好吗？白小姐想聊些什么？我们不如移步花园。在这里就可以啊。我们来聊聊你的一位旧相识。谁啊？袁不解。其实我们也算不上什么旧相识，只是数年前有过一些交集而已。我知道，他死去的未婚妻就是你抢救的吧？不过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他未婚妻是怎么死的？他当时有多难过？方医生，你可不可以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白小姐，我接下来所说的话，如果有冒犯到你的地方，还请谅解。你说。你刚才问我的都是关于患者隐私的事情，我们是发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也愿意保守秘密。可是我想听，你真的不愿意告诉我吗？实在抱歉，白小姐。子玲，她拒绝了我。我是最讨厌被人拒绝的。如果我现在再解开2颗扣子，然后尖叫一声，接着子玲开枪，你的死不仅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麻烦，你生前所有的财富、名声都会土崩瓦解。无论你救过多少人，你是一个多么温柔、体贴、善良的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成为一个意图非礼、大率千金的傻瓜，而被后人所铭记。就算是这样，你也不愿意告诉我吗？实在是对不起啊，方医生。我真的是在这间屋子里面待得太久了，所以有些闷得慌，和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让你走了吗？既然方医生你这么沉默寡言，那倒不如听我聊聊天，也算是解闷。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袁不解这么感兴趣吗？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才刚刚记事，父亲突然有一天心情大好，说要带我们去上海看马戏表演。我、父亲还有哥哥，我们坐在一辆车上，路过了一片树林。我还依稀地记着车子走在石子路上颠簸的那种感觉。哥哥已经沉沉地睡去了，父亲他看着窗外，父亲他总是在想着什么。然后枪响了，这在父亲还没有独揽大权之前经常出现。他们打了数十枪之后，被我父亲的警卫队歼灭了。打在车身上的只有1颗子弹，就1颗子弹。那1颗子弹穿过车玻璃，
留在了我哥哥的脑袋里，他的血溅了我一脸。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现在再想起，我不会难过。我变得很爱笑，他们看到我笑，就会很开心。他们觉得伤口愈合了，就不会再痛苦了。但其实伤口已经在心底腐烂了，它还在那里。我醒过来以后，有去医院看过袁不解。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同类。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会对袁不解这么感兴趣了吧？和人聊聊天，心里果然舒服多了。谢谢你啊，方医生。你太客气了，白小姐。告辞。它真的挺有趣的，像是一张白纸，让我忍不住想要在上面胡话乱画一通。现在方医生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陈队长查到了，他们都是江城人，被勒死的这个叫徐元，被刺死的叫郑彤，被毒死的这个叫李国仁。他们都曾是江城实验专修的高层人员，李国仁是这专修的高层之一，他对专修的一切事务都有一定的决定权。只是这3个人近几年不知道什么原因都离开了江城，去了全国各地。那就更奇怪了，都离开了，这天南海北的，为什么会选择在昨天突然聚会啊？难道昨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实验专修503，这个地方的故事，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我初到江城警局的时候，就将所有的案卷都看过一遍，这其中就有一个卷宗提到了实验专修的503。实验专修503。当时经手这桩案子的法医，现在人在哪儿？你们怎么会对那桩案件感兴趣呢？沈医生，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细节？这个呀，还真不容易忘记。主要呢，还是因为那个女孩。女孩？那是一个夏天，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们警察局接到了一个女生的报案。痛死了！你真的看见死人了？血，看我手上都是血！你们看我手上都是血，都是血！我手上都是血！你看我手上都是血！哪有血啊？他当时说，一个被勒死，一个被毒死，还有一个被刺死。
当时我们那儿都很紧张，东调西凑，总算找齐了一支出警队。可是当我们终于到达案发现场的时候，最诡异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等一下，我听糊涂了。那女孩说的杀人案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后来啊，我们问了专修，才知道那个报案的女生呢，名字叫武芳芳，她也住在503室，只是精神有些失常。她呀，马上就要被专修开除了。闹了半天是发抑郁症了呀？是啊，那间寝室里边啊，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凶杀案的痕迹。大家怀疑他所说的那些啊，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那其他3个女生呢？总不至于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吧？不是无缘无故，我们在寝室里找到了一封信。信里怎么写的？大概意思是他们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决定要到外面去闯一闯。离乡出走，嚯，这3个女孩胆挺大的。这倒不足为奇，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思想正在逐渐涌入社会。这些女孩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有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所以更大胆的人就会选择离乡离家出走。那个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发现什么？真的只是那个报案的人发了癔症吗？没有什么问题。大伙呢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什么蹊跷。可不管女孩子是失踪还是出走，他们父母不着急啊。他们的父母啊，大多很困苦，所以说波及面自然不广，也没有掀起什么风波。我之所以对那桩案件记得那么清楚呢，还是因为报案人武芳芳。后来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呢，我很快就发现了，武芳芳并非是发癔症那么简单。大家都说她神经失常，疯了。我到现在啊，还忘不了她那个模样。你忍不去啊？你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相不相信我？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都死了都。她那个模样，现在想想我还有些后怕。哎，也是可怜，好好一花季女孩就这么疯了。那后来呢？后来还是费劲儿找了一阵子那3个女生，但是过了一阵子，动静就没有了，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叫武芳芳的女生之后去了哪里。不对呀，3个女孩突然消失，高层也都纷纷离职，这不可能是巧合。你是想说武芳芳没有疯，她说的都是真的，对吗？哎呀，可惜呀，这不可能。当时看着她那个斩钉截铁的样子了，我曾经一度想相信她。根据她的说法，当晚的案发现场应该有大量的血迹，哪怕是能够发现一些打斗挣扎的痕迹也好。结果呢，那间寝室啊是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我敢用我30年法医工作经验保证，那间寝室啊，别说是那天晚上，就是往前推个1、2年，都不可能有任何凶杀案发生。也就是说，那3个女孩真的是离乡出走了，而且现在都还活着。沈医生，那你记得她们的名字和个人特征吗？记得，那3个女孩啊，一个叫白冰，据说文采很好，床头上摆了很多的诗集；还有一个叫付小红，是戏剧社的社长；最后一个叫杨云清，好像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学投标枪的。一个文静，一个美艳，还有一个像男孩。我想，我们知道是哪3个嫌疑人了。
这是吴楚和他的手下在江城所有的犯罪记录，你看一下有什么疑点吗？陈探长，你还真……我说，你还真的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啊，对我还真的是毫无保留啊。那是因为我需要你证明我是对的。之前王婆案，我倒看出你的细心，甚至在我之上。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被你手里这东西给糟蹋了。怎么，陈探长，你滴酒不沾吗？喝过，没觉得有那么好喝。你看，这就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我告诉你啊，没有人会因为酒好喝才选择喝酒的，但是酒真的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在我看来，酒能抹去3样东西，而这3样东西对人都是大大有害的，所以酒就是一个好东西。哪3样东西啊？第一样，羞耻心。人喝多了酒，拘束没有了，敢大声说话了，敢大喊大叫了，敢大嚷大笑了。人活在世上，如果被羞耻心包裹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丢掉它。第二样，知觉。为什么喝多的人喜欢打架？不疼啊！你看他们平时剐了蹭了呲牙咧嘴的，你再看他们喝完酒以后，身上心里都不疼啊。一个人没有了痛觉，就感觉不到痛苦。第3样，记忆。酒喝多了，记忆就变模糊了。珍贵的、无聊的，那些死抓着你的，想要把你撕裂的那些回忆，就会帮你全部抹掉。就是好东西。袁不解，你之所以能在这儿，是因为吴楚的案子。那佛罗凶案呢？你还会帮我吗？知道吗？现在我倒是对这个案子挺有兴趣的。跑掉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没那么容易追回来。我可以当。在等待的这些日子里，这个案子
就像我手里这个好东西一样，能让我觉得不那么无聊，我最好别觉得无聊。因为我一旦清醒了，一旦冷静了，我会觉得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你干什么呀？刚刚那个男人明明不错，你跑过来搅和什么事儿？都说了多少次了，我们现在行事一定要低调。你可真是无趣呀！我们要待到什么时候？不是说过了吗？等到风头过了为止。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着他呀？或是画像淹没了色彩，忽然间我明白，这一切不存在，梦境之中不止黑与白，快来身上触摸这色彩。潜入我脑海，无声的对白，潜入你脑海，在最后的时刻才弹出来。忽然间，我明